各位好，今天我们来说个比较轻松的话题——医疗。这些年，我经常穿梭于中国与外国，所以各方面都可以很好的横向比较。我发现这些年，不管是从硬件还是软件，中国与西方国家，比如说与德国啊、美国的差距都在明显缩小。主要是中国的医疗条件得到了显著提升，甚至让不少海外学子和海外华人回国就医，比如看牙医呀，或者做手术。想象下，如果一个真老外到中国一家医院看病，那到底是怎么一种体验呢？我们这期故事主人公是来自英国的亚当，他有一个自己的油管频道，专门记录在中国的日常生活。从他的一些视频我来分析，这位老外应该居住在中国南京，他因为感冒引起的咳嗽和发烧，选择到南京一家医院就医，并将整个过程记录了下来。走进医院，他首先被医院的清洁和秩序所震撼。他迅速前往挂号窗口，然后拍摄视频，向他的海外朋友们展示了在中国的医院抽血、接受检查和 CT 扫描的流程。他惊喜地发现，CT 扫描仅花费了220元，约30美元，只需等待不到50分钟即可获得电子版的检查报告，整个流程高效便捷。对不熟悉流程的老年患者，医院还配备了热心的服务人员提供帮助。亚当还展示了他的血液检查结果，发现自己的某些指标稍高，有感染迹象。之后，他前往医生处进一步咨询。在经过医院的食堂时，他对中国医院内的餐饮服务印象深刻。医院不仅提供西式快餐，还有为患者准备的各种营养餐，确保即使生病期间，患者以及家属也能享受美味的食物。他不无感慨地说道：“这里的食物简直太便宜了，选择多到眼花缭乱。”最终，他说一切都是虚惊一场。医生诊断亚当患有急性支气管炎和上呼吸道感染，开具了相应的药物，花费330元，约46美元。取了药物之后，回家休息就是了。亚当的就医视频在发布后，让老外们十分惊叹。留言的网友中，最多的是美国人吐槽自己的医疗系统简直就是渣。我们来看看一些网友评论。第一条评论：我在中国生活了10年，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，至今仍怀念他们。第二条评论：即使是外国人，也能享受到如此便宜、高效、全面的医疗服务，简直难以置信。美国已经远远落后了，这种医疗服务就是我们在美国要抗议的吗？好，我们来看看一些跟帖吧。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覆盖全体公民的全国性医疗保险的发达国家。下一条评论：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预期寿命是76岁，而中国的是77岁。德国是补充，现在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8岁多了。下一条评论：美国的医疗系统是以盈利为目的的。我在美国旅行时头晕，去急诊检查，医院的账单太离谱了，幸好我买了旅游医疗保险。下一条评论：我在深圳时被诊断出患有肾结石，急诊设施非常棒，而实际的手术是在另一家很棒的医院进行的，一切无可挑剔。另外，因为我是合法就业者，所以我可以用我的中国社保卡支付大部分费用。我们也来看看这条评论的一些跟帖。肾结石的治疗花了多少钱？然后这位网友补充说：我花了大约3000元人民币，如果没有中国的社保，手续费可能要3万人民币。下一条评论：大约460美元。下一条评论：我有一个中国朋友在美国加州的医院出了医疗事故，他的肾结石没有痊愈，不得不回国治疗。回国后，他没有预约就直接去了医院，医生告诉他第2天就可以做手术。他的手术非常成功，在没有任何保险的情况下，只花了500美元左右。我们看下一条跟帖：高昂的医疗费用让美国的 GDP 看起来比中国更高，哈哈哈。下一条评论：中国应该有人开始做医疗旅游这门生意，去中国治病，价格公道，同时还能游览中国。下一条评论：
这位网友写了一篇长长的论文式的评论。哇，这家医院看起来更像一家购物中心，而不是医院。不过你说的没错，医院真的是电脑化了，检查做得很快，结果也很快。您的二维码是您身份的关键，因此您可以得到正确的报告，而且费用比美国低得多。中国没有全民医保，但有混合医保，大多数工人和老年人都有医疗保险，由保险支付大部分费用。但正如我所说，费用要便宜得多。顺便说一下，健康记录由您自己保存，通常记在一个小本子上，每次就诊时都要带上。医院会保留所做检查的记录，但如果你需要支付少量费用。大约5年前，我不得不紧急将妻子送到美国一家医院，她在急诊室待了半天，肿瘤专家只用了大约15分钟就来探望了她。他还要求进行一次院后访视，医院收费约2万美元，肿瘤学家收费1万美元，我付的是现金，所以医院给了我4000美元的折扣，肿瘤医生则没有折扣。在中国，大约2年前，我不得不去看急诊。我在中国没有保险，肿瘤医生和全科医生在3小时内为我看病，我打了点滴，吃了一些药，做了 CT 扫描，总共花费约150美元。在大城市，医院都是一流的，医院通常有西医和中医，医院里什么都能做，所以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都在那里，每个科室都擅长满足某些医疗需求。医院有急诊和3甲选择。我们看这条跟帖，大约4年前，我得了严重的感染，我的全科医生把我转到医院，我在那里等约大约30分钟，专家为我做了检查，并为我输液，费用0美元。这里是新西兰，一个国内生产总值只有美国军费预算1/4的国家。下一条评论，祝你安然无恙，祝你好运，谢谢医生。来中国之前，我接触到的媒体对中国的报道通常都是负面的，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误以为中国是个贫穷的国家，那里只有压迫没有自由。当我来到中国，我发现中国太棒了，我敢说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比西方好，现代化、便利、热情、安全，所有这些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。因此我告诉我的家人们和朋友们，只有来到中国后，我才深刻体会到中国发展得有多好。下一条评论，然后这位 UP 主回应说，谢谢，是的，在中国的生活和其他国家的人想象的有很多的不同。下一条评论，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认为中国很穷，但同时他们也知道中国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。下一条评论，中国各地的公共医疗设施都非常好，即使是乡村小诊所也不例外。幸运的是，语言对我来说不是问题。有趣的是，我在中国从未遇到过消化不良的问题，所有的新鲜食物都是在餐馆或路边摊现做的。下一条评论，你很幸运，因为你在中国，在美国，在医院进行 CT 扫描需要花费1200美元，而解读 CT 扫描图像的医生会向您收取另外800美元。这是加州2023年4月的价格，这就是我们拿到的账单。下一条评论，然后 UP 主跟帖说，这特码太贵了吧。下一条评论，从新冠康复后，我做了胸部 CT 扫描，以确保自己100%无恙，在北京花了大约400元人民币，约60美元，医生的讲解是免费的。下一条评论，中国现在已经实行全民医保，覆盖率达到97%，最近的一项法律还取消了昂贵手术的限制。下一条评论，难以置信，感谢您与我们分享这段令人大开眼界的视频。当我们在西方听到中国时，通常不会想到干净先进的医院，这无疑改变了我对中国的看法。中国的医疗服务非常便宜，希望你尽快好起来，多休息，多喝水，好好养病。你的身体需要能量来抵抗病毒。我是3次感染新冠的老病号，我应该知道健康的重要。下一条评论，哇，这里就像一个购物中心，
有各种各样的食物和餐馆可供选择。我相信那里的病人可以叫外卖到病房，至少不用天天吃医院的餐食。呵呵呵。下一条评论，这是为普通大众提供的一流医疗设施，价格低廉，高效且无需等待。感谢分享视频。下一条评论，中国医生的医术是世界上水平最高的。由于中国有14亿人口，中国医生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。中国医生每天要诊断50多名病人。中国的外科医生每周可以完成4例手术，经验世界第一。而美国的医生收入世界第一，但他们的经验却少得很。因为在美国看病贵，而且要排很长的队。美国医生每天、每月、每年治疗的病人不到中国医生的1/3。大多数在美国的中国人如果生病了，第一件事就是买机票回中国，而不是去美国看美国医生，因为他们等不了那么久。中国与资本主义市场化，但医生还是有些社会主义情怀的，不会像美国医生那样只考虑自己的收入和利益。下一条评论，这是超级智能医院，祝您健康。下一条评论，这家医院和我在中国去过的医院很像，他们干净、现代化、服务周到。相比之下，英国的医院已经过时了。下一条评论，实际上，中国最近推出了在线人工智能医生，你可以请人工智能诊断并在线购药。上周我就用这种方法解决了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，包括药物在内，总共花费$5。上午下单后，下午药物就送到我家了。如果我去医院看病，要花费$50，而在美国可能要花$1000。医疗保健应该服务于普通人，而不仅仅是富人。我很高兴我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。下一条评论，在美国，至少在加州，我们必须等上1-2天才能拿到结果，而且医生不会给我们文件，要2天后才能打电话问他们结果。此外，我们还需要至少提前1周预约。下一条评论，我住在上海，我去的那家医院与视频这家医院一模一样，但人更多。在办理手续时，第一次去的外国人会感到很害怕，排队的人很多，非常嘈杂。但当你进去后，就会发现排队进展很快。你可以在任何一天去看你需要的专家。对我来说，9点前进去，11点出来。我花了$64做了核磁共振成像，没有预约。9点之前进去，11点之前出来。下一条评论，令人印象深刻的医院系统，而且价格亲民。下一条评论，巨大的建筑，干净整洁，更像是一个购物中心，很漂亮，中国做得好。下一条评论，在加拿大，因为我没有家庭医生，所以在看全科医生之前，我必须在诊所等上3到5小时。如果你不早点到，他们早就填满了，然后把你拒之门外。这是每次就诊的情况。如果需要看专科医生，要等好几个月才能预约到。做任何手术都要1年以上。下一条评论，在中国看病很方便，如果有医保卡，费用相对便宜很多。下一条评论，中国最好的医院都是公立医院，我找不到所有数据，但排名前100的都是公立医院。下一条评论，在加拿大，你至少要喝完5瓶水才能叫到你的号。下一条评论，希望你早日康复，年轻人，医院真大，井井有条。下一条评论， CT 扫描和验血只花了220元人民币，31.84美。哇，不可能吧？作为一个美国人，我觉得这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啊！中国的医疗系统比我们的好100倍。几个月前，我去美国医院做 CT 扫描，我等了4个小时，却被收了700美元。顺便说一下，这还是在我有医疗保险，并且在医保覆盖范围内的情况下。如果我没有这些东西，很容易就会花掉3倍的钱。美国的医疗系统真的是一团糟。下一条评论，然后这位网友跟帖说，我在美国的朋友被一个匿名的白痴报警，说他想自杀。他被警察带到医院，
除了在房间里说了半小时话和睡了一觉，什么也没做。但当他回到家时，却收到一张$700的恶作剧报警账单，这太荒唐了。如果是在中国，警察可能会为你买单，即使是心理医生，费用也不会超过$20。下一条评论，医疗费用是美国 GDP 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下一条评论，医院的科技含量很高，食物选择也很丰富，让人惊叹。下一条评论，所有专家都在一家医院内，无需驱车数小时去看其他专家。下一条评论，比印度尼西亚便宜多了，我们花了$200做 CT 扫描。下一条评论，天哪，这是未来呀！我们美国无法与之竞争，醒醒吧，美国！下条评论，几周前我刚从珠海回来，在那里待了7周，我妈妈摔了一跤，这是我们第一次经历急救流程，乘救护车到医院，与美国相比，价格真的很便宜，$120的救护车费用，$25的核磁共振检查费用等等。与美国和台湾不同的是，我对这一过程的唯一意见是，你必须为护理过程的每个阶段付费。救护车费用，在他下车后立即支付；急诊室的行政处理，你必须在柜台付费。还有核磁共振扫描，因此，除非你身边有人可以支付，否则我无法想象，如果你被车撞了，处于昏迷状态会发生什么。下一条评论，中国的建筑和街道漂亮干净。下一条评论，医院看起来真大呀，走廊宽阔，就像中央车站。下一条评论，我在深圳住过几天医院，没有什么大病，骨折和其他需要治疗的问题，服务很快，医生也很礼貌、友好、专业。我自己付费，但并不贵。我以为2线城市的服务不会有我的一半好呢。下一条评论，我自己亲身经历过，我在佛山的医院住了3天，连做 CT 的费用一起不到$1000。如果我在美国，费用可能是这个数字的10倍，甚至更多。在中国，即使没有医疗保险，我也能负担得起良好的医疗服务。下一条评论，谢谢你展示了医院或诊所，它比购物中心还要好。下一条评论，在澳大利亚 CT 扫描和验血需要1周时间才能出结果，如果没有保险， CT 扫描需要花费$700，都只是补充，约3300人民币。下一条评论，哇，看起来非常漂亮整洁，最重要的是它不贵。我真希望美国也有这样的医院，因为生病是很昂贵的，医生和医院会从你身上榨干你的钱。下一条评论，作为一个美国人，我对你仅仅因为生点病就去医院感到惊讶。在美国，除非我们觉得不去医院就会有生命危险，否则我们是不会去医院的，因为医院太贵了。在美国，预防性保健只针对非常富有的人，因此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，我们不会及早发现问题，而是在问题变得严重或致命时才接受治疗。癌症就是个很好的例子，许多类型的癌症都可以进行检测，如果及早发现，很容易治疗。但如果没有预防性筛查，我们往往只能在生命只剩几个月，甚至只有几周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患了癌症。比如糖尿病，我的一个朋友就是在一觉醒来眼睛看不见了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患了糖尿病。由于没有预防性检查，他就在病情严重时才发现自己得了糖尿病。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的寿命下降得如此之快。下一条评论，我在中国度假时赶上了流感大流行，我妻子严重胃痛和呕吐，我在中国朋友的帮助下，把她送到了一家公立医院。当时已经晚上10点多了，由于医院在郊区，设施简陋，她打了3次静脉点滴，但护士和医生的服务非常好。事实上，我很惊讶，而且非常便宜。下一条评论，哇，很先进的医院， CT 扫描费用很便宜，在美国要$900到$1000。下一条评论，就设施而言，似乎是标准的医院建筑。积极的一面是随处可见的病人卡、纸质扫描仪以及宽敞的候诊大厅，
而且看起来并不拥挤。他们似乎很重视访客和病人的流动以及自动化协助。不足之处在于主接待大厅，那是一个火车站大小的大厅，除非在高峰期人满为患，否则显得过于浮夸和浪费。下一条评论：几周前，我被救护车送到华盛顿特区的急诊室，我在街上的人行道上摔了一跤，是骨折。我于15点23分进入急诊室，22点53分出来，在急诊室90%的时间都在等待，因此与我6个多小时的等待时间相比，你白白等了9分钟，实在是不算什么。我做了 X 光和 CT 扫描，我还没有收到账单，我真的不知道要花多少钱。一旦我收到账单，我就会告诉你最新情况。1个月之后，他补充了最新信息。今天我收到1个月前被送到霍华德大学医院的第一张账单，账单如下：账单金额10606.88美元，折扣和减免9002.88美元，医保出1163.25美元。您可能欠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费440.75美元。医院账单包括急诊室服务、CT 扫描、X 光检查，以及他们给我开的一种止痛药。第二张账单即将到来，因为911服务已打电话通知我，救护车服务账单金额为1287.5美元，折扣和减免0，医保出1030美元。您可能欠医疗服务提供者这些服务的费用257.5美元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需要支付的全部费用。下一条评论：医院里有购物中心？美国的医院没有这些自动化设备和触摸屏站。下一条评论：哇，开始时我以为是机场航站楼呢。呵呵呵。下一条评论：天哪，感觉不像是医院呢。如果你不说，我还以为是个购物中心呢。下一条评论：谢谢你的视频。人们一提到中国，就会认为那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，但那家医院看起来非常现代化。下一条评论：这位网友跟帖说这话的大多数西方人都没有出过国，中国已经发展了这么多。下一条评论：在美国，许多人会因为高昂的医疗费而不去医院而死亡，还有许多人因医疗昂贵导致破产而痛苦不堪，这毁掉了他们的生活。此外，贪婪昂贵的保险公司也不会承担人们康复所需要的费用，这让本应专注于康复的人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。下一条评论：在美国，账单会高出100倍。下一条评论：在我看来，它就像一家5星级酒店。你说你等了30分钟，在伦敦，急诊室等候时间是6到8小时。下一条评论：天哪 ，CT 扫描才30美元，在新加坡要贵10倍啊！下一条评论：在美国就要花费5万美元。好，朋友们，今天就此打住吧。大家可以发现，几乎都是惊叹中国医院的高效、清洁、便捷、现代化以及价格亲民，而且几乎都在吐槽美国以及英国的医疗，特别是吐槽美国的医疗有多贵、多糟糕。不知道中国那些以为美国医疗好的人怎么想的？好的，就到这里吧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